今天我们要吃中国第一的中山石岐乳鸽，25一只，只只妙龄，鲜嫩爆汁。妙龄乳鸽3只，5只吧，给你吃2只。不过中山除了乳鸽，还有好多特色美食，看看这些你们吃过几样？我们还要吃自助海鲜粥底火锅，生猛海鲜通通10元一盘，这一桌吃下来，2人花了132，可太过瘾了。第一家我们先吃，听说是到广东中山必须打卡的一家店，据说是中山菜的活博物馆，但是呢，好像也有不少争议。第一次来中山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亲自体验一下的。这里虽然有停车场啊，但是呢，外面车排队还是很长的。周6日要交收10%的服务费，好大呀，真的有种进入博物馆的感觉。你好，取个号，2个人，我们现在是86，现在交到59。那我们先逛一下吧。这一个档口就是做大煎堆的，旺财大煎堆38一个，传统金扎。这个是什么馅呀，小哥？做成这样，像一个小逗号一样，半打6个哈，价格也写在这，大家都能看到。这边是在做腐竹吗？哎，第一次看到现场制作腐竹。小姐姐，她多久能接成腐竹啊要40分钟，半个小时。自助自购的小亭子，外卖打包，可以自己在这边选，感觉有点高级啊。这个是石岐老的周边吗？吉祥物叫琪琪，20块钱一个。这边是可以带走的手信，有乳鸽外带的，现场制作点心。这是鸡仔饼，20块钱半打。蓝角酥、菠萝包23半打。豉油黄、猪粒，还有卤大肠。姐姐，你那做的是什么？手打糯米饼，48块钱1个吉利牌，1个有8个。现场制作的东西真的看着每一个都想吃，但有一个问题，它分量好像很大，太神奇了！我刚才以为他们在包馄饨，其实是鱼包。纯鱼哦，擀成皮，擀成纸这么薄的皮包的，哇！再划一下，切成3角。好有特点哦，猪肉加鱼肉。然后就把它这样包成一个小馄饨一样，动作很快。芦兜粽38一条。哦，它打开里面是这样子的，看一下我们的新座位，一艘小船，很漂亮，很有情调。石岐乳鸽38一只，石岐平婆果这个也来一个。我们今天点的爆浆红豆豆花先来了。濑粉也来了，谢谢石岐老乳鸽，专门要了原汁的，因为它的汁水锁得最好。哇，卤过再炸的乳鸽，好香啊！它鸽子超嫩的，然后它的皮很焦。据说中山这边做的乳鸽用的是妙龄鸽，20天以下的鸽子，带有一点点微甜，鸽肉好嫩。再尝一个传统金扎。一口咬下真的爆汁，其实就是广东早茶虾饺的那种皮儿，这馅的味道很像广式叉烧。这个点心据说是不能趁太热吃，会容易烫着。它叫金扎呢，是因为模仿的金扎的武器。金扎你们知道是谁吧？哪吒他哥哥。有没有跟阿喵一样，一开始以为他是《三体》里的水滴的？再来吃个濑粉。那为什么叫濑粉呢？其实濑是一个动词啊，就是一种特制的米筛。然后把粘米做的米浆通过那个筛子呢赖下去，它有股非常浓的老式酱油的味道，看着颜色这么深，其实它味道刚好。濑粉在中山这边也非常的有名，据说就是发源于中山的常州村，有200多年的历史。不过呢，濑粉的发源有好多种说法。再尝一个很有特点的平婆果，这是珠三角地区非常常见的一种，不知道是不是水果植物。是不是有点像糯叽叽耶？甜甜的，里面这个好像是红豆沙吧？看，所以平婆果是做成了它的哪个部分呢？这个平婆果里面是糯米做的，外面那个是平婆果的叶子。还有最后一个鱼包，来一个，好咸，好好吃啊！
皮的口感有点像福建的一个美食肉燕，比一般的面粉做的面皮要有韧劲一些，里面的馅也蛮好吃的，有猪肉的香味，有鱼肉的香味，汤很鲜美，里面还有银耳。我们一共是301哈，7个菜，大家觉得价格怎么样？今天我们点的菜里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乳鸽和鱼包，最后还有个爆珠豆花，好嫩啊！这豆花，它的爆珠其实是红豆沙，那个红豆沙其实会很甜，其实不要爆珠，直接豆花就很好吃。他2点半就下班了，我们吃到他下班。有空再来啊！谢谢，拜拜。体验还是蛮不错的。我觉得第一次来中山的朋友，或者是中山本地要宴请亲朋好友，这里都是蛮不错的选择。不过呢，中山这边的石岐乳鸽非常有名，我们也找了其他的家常馆子，马上去试一下。哇，这是居民楼下店呀！现在是吃禾虫的时间。哎，我们来的这个时间很好，没有排队。你好，2个人，夏天推荐陈皮香草绿豆沙。你好，哇，这乳鸽价格便宜好多呀，25一只。发现中山的乳鸽前面都要加2个字，妙龄。古法乳鸽28，还有卤水鸽28一只。他们家点乳鸽就直接按原只给你上，没有切这个选项，很地道哦。先点了3只乳鸽81，哇，来了。谢谢，它这儿皮儿感觉比我们上一家吃的那个乳鸽的皮儿要脆。又来了，哇，谢谢。哎，盐焗有中间给你展开一下，戴个手套，随时 ready。好香啊，谢谢。哎，这个卤水鸽啊，看上去就有点被其他2只比下去，让大家感兴趣的食物真的是油光蹭亮才行。每次吃之前都要让相机先吃。终于可以吃啦！哦，你看这个汁水，看，怎么样？爆汁啊！好好吃哦，咸香酥脆啊！它的味道要比上家更重一点点。你们想象一下，外面那个皮一咬嘎吱脆，里面爆汁，味道呢没有那么甜，但真的非常香。果然什么都怕比较，它鸽胸肉超嫩的。满嘴流油，这是还没有吃过乳鸽当中最嫩的一款。来个卤水鸽，哇，也有爆汁啊！这个乳鸽整体就是感觉比较软嫩，就它好吃是好吃，是比较普通的好吃，它味道会偏清淡偏甜一点。这卤水鸽28块一只，比这红烧鸽还要贵3块钱。我感觉它可能就贵在保留了食材的本味上。这古法盐焗鸽，这个我看着也觉得很香。它这个皮儿啊，也不是脆的，软的皮儿，给你留一半，看看有没有汁水。也好吃啊，朋友们。其实也是比较软嫩，感觉像卤水鸽做了盐焗的做法。这3只乳鸽比起来啊，阿喵还是最喜欢吃妙龄乳鸽。石岐乳鸽咱之前也没吃过，来都来了，肯定要多尝试几种哈。尝试完了，下次就知道怎么点了。那你下次怎么点？妙龄乳鸽3只，5只吧，给你吃2只，加1只。看一下他们家有没有辣乳鸽煲仔饭。辣乳鸽煲仔饭是本地人隐藏菜单。哎，阿姐，我问问我们家有没有辣乳鸽煲仔饭？辣鱼鸽啊、没有，推荐一款锅吧，鱼干辣味饭。来，本地朋友评论区告诉阿喵加什么好啊？加了1只乳鸽，加了个煲仔饭。哦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陈皮绿豆沙，8块钱。好沙呀，好细腻，好好吃。里面放的陈皮真的好特别。又点了1只，大哥。这石岐乳鸽在广东甚至全国都非常的出名。它其实是一道归侨美食。清朝末年的时候，很多中山的华侨，他回来之后，他们带了世界各地的鸽子，然后呢，他们在这边杂交培育出了石岐鸽子。它的特点嫩，肉质好。珠三角这边嘛，也很适合养禽类，所以说广东人吃鸡呀、鸭呀、鹅呀都很多。有句话叫一鸽抵9鸡，所以觉得广东鸡好吃的话，一定要试一下广东的乳鸽。煲仔饭来了，它的肠有2种，一种干肠，一种腊肠。桌上有酱油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，搅一搅啊。
哇，好香啊！干肠，肝肠不寸断，好尬。甜味比较重，带酒香。猪肝放在腊肠里面，有种沙沙的口感，好好吃哦。广式的腊肉，甜香口。广式的腊肉它就比较软，我们广式的腊肉比较硬，而且中山这边是广式腊肉的发源地，广式腊肠晶莹剔透的，甜口，反正阿喵挺喜欢的。这鱼好咸，第一口感觉挺嫩的，接着就是不可思议的咸味，但挺鲜倒是真的。这个饭啊太棒了，是把广式辣味的甜味蒸到了饭里面，有那种烟熏味还有甜味，特别好吃。煲仔饭锅底这一口饭椒，你们爱吃吗？我们今天一共点了5只乳鸽，一个甜品，1包饭，一共164。大家觉得这个店的价格怎么样？阿喵呢最喜欢妙龄红烧乳鸽、鱼干煲仔饭，还有陈皮绿豆沙。姐姐，谢谢你哈，拜拜，好好吃。加的啦，哦，哇，谢谢。出门口看到有卖枇杷的，10块钱1斤哈。广东都是我们本地的枇杷，好甜。哎，你看它好漂亮一个，很漂亮。好有意思。你看那个小小秤，28，吉利数字。谢谢哈，拜拜。这修高架桥哎，好震撼啊！中国基建。已经排队了吗？在进入下一家饭店之前，先给大家一个忠告：不要在车上吃枇杷。衣服已经脏了，好多人呐，感觉。这里上周，它这是1人1锅吗？是啊。拿一个篓子，在这边选菜。哇，好丰盛啊！啊？这些太普通了，我们去拿虾。哇！哇，有明虾，你看，这个虾我不认识，这还有皮虾，贵不贵啊？10块钱一盘，多少？圆盘5元，长盘10元，胶盘13元。哇，这里是30块钱。这里有蟹，这是属于什么蟹呀？好小一只啊！哦，3目蟹，好神奇的螃蟹啊！3只眼睛，黄鳝，这好方便啊！我觉得我自己都能算出钱。小哥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奶吗？柠檬。柠檬。哦，柠檬。生蚝。对。再有个牛肉，这也是10块1碟。现在这里是70块钱。终于看到圆碟了，圆碟是5块的。我现在也觉得很普通了，我们不要了好吗？有点像北极贝哈，拿一个。好，这蛏子。对啊。拿一个吧。这板栗10块钱，好像显得有点贵了。草菇你吃过吗？没吃过，拿一个吧。小青瓜，拿一个。唯一一个青菜。拿个光明。来了。焦碟是13块，还要打个酱碟，辣椒、蒜蓉、姜，做个酱碟。我自己调的酱好香啊，闻到没有？这个酸奶，满一桌，现在是123块钱。砂锅粥，其实这会比较感觉像米浆啦。这里啊，哦，谢谢。我想问问这个要煮多久啊？煮10多7吧。兔子跟我讲要先煮海鲜，再煮肉，再煮青菜。我们问当地的阿姐，他们直接说随便啊，你想怎么煮怎么煮啊。那我们今天就主打一个收匙，第一次吃这样子的火锅，1人一个小粥底，大家都不用蒸不用抢。它怎么还没有滚呢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它这边这么大一个档子，估计几百个座位都有，翻桌率很快。哦，终于滚了。我们先烫虾吧。有没有朋友认识这是什么虾的？有2只给你。螃蟹，我们平时能吃到这种明虾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还有皮虾，给你们看一下现在这一锅有多丰盛。有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？蟹快煮熟了，天塌了。我把它绑钳子的牛筋弄掉。这个吃了没事儿吧？这种应该不会煮老吧？不会。明虾，来一个。来，给你10斤。谢谢。我要用手了。
首先吃到是米糊的口感，会有米香，很甜。它真的超适合用来做海鲜，其实本身没有什么盐味，海鲜真的很鲜美。皮皮虾，这皮皮虾有点小，哎，还挺好剥的。哎，皮皮虾也很甜哎，这肉太少了，我扎了2下嘴就吃一口。这个他说是桂虾，这须须很长，它头真的好大。这桂虾感觉更甜，这肉更软一点，皮皮虾更脆一点。说实话，真的好惊讶，10块钱一碟，新鲜的虾。目前吃的3种虾都挺甜的，每一桌下就有一个垃圾桶，很方便。是吧？你闻到饭焦的味道了吗？这个真的很容易煮焦哎。我已经全部都捞出来了，我们现在下点别的东西就可以开始吃了。谢谢。这个粥是怎么收费的？都不用钱，点多少点这个点。这好像是北极贝，一半。蛏子、生蚝，这是最贵的，13块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。我放几个小的，柠檬，还有鳝鱼。你知道这粥底火锅是怎么来的吗？怎么来的？它其实算是一道代名美食。就明清时期啊，广东顺德有很多渔民，他们去打鱼的时候呢，就会习惯煮一锅白粥，然后他们会把那个粥的米渣捞出来吃掉，剩下的米浆嘞就用来烫从河里面捞出来的新鲜河鲜。哇，好有智慧啊！所以你看粥底火锅，它是发源于广东顺德，后来在大良镇发扬光大。但阿喵第一次吃呢是在中山市，所以呢，高低还要去一次顺德。有人在很认真的剥虾。好，谢谢。这酱好好吃，因为我放了很多蒜，还有姜，这2种味道我都超喜欢。剥好了。谢谢。还有一个螃蟹没吃，它其实也是很小一只啊，又没有膏。不懂就问哈，这个籽可以吃吗？没什么味儿啊，感觉像在嚼海草一样。这螃蟹很甜，但那肉一口就没了。那下一锅，这对筷子工要求很高。这粥太稀了，我吃了这么久，我都不觉得饱。这么吃肯定不会发胖。尝一下这个柠檬啊，没有刺的，这肉感觉是蒜瓣肉，很结实。哇，好好吃哦！来个生蚝。可以说非常一般，又不是很鲜，又不是很脆，又不是很嫩。我们好歹是吃过台山蚝的人。蛏子，这蛏子很新鲜，好吃。北极贝，这好 Q 弹啊！虽然没有什么盐味啊，觉得非常的鲜甜。哎，我觉得点这种滑爽的东西，搭配粥底会很好吃，因为那个米糊会糊在这个东西上面。黄鳝也好吃，好像好嫩。最后烫个牛肉，牛肉应该一会儿就好了吧？米糊煮完之后没什么牛肉味儿了，就觉得肉很嫩。哎，广东人做牛肉其实都很好，都很嫩。这个肉内啊，我觉得要蘸点酱会更好吃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？来一点。这个草菇看着很像小芋头，就越煮越甜。啊，这个草菇里面是空的，里面有好多汁水，它的味道跟口蘑很像，青瓜花。我怀疑这就是一根妙龄黄瓜。今天这一顿吃下来，阿喵最喜欢的是鸟贝和蛏子。阿姐，我们买单啊，对，谢谢。132，12盘，大家觉得这价格怎么样？哇，这后面一直在洗砂锅，这一天要多少个锅呀？姐姐，谢谢你啊，好好吃，拜拜。那。